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现在是北京时间22:16。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上期视频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做多为主。这个位置无论是长期上升通道的中轨，还是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这一线交叉点，都是适合做多的。我们当时说94000点下方设止损，然后止损位刚破，然后又抬起头，所以我还是保留了之前的这个多单，然后又重新进了一单，也就是说我现在的仓位合约还是这个94000、95000这一线啊。然后目前比特币涨到99000多一点，实际上这个涨幅不算涨啊，还是破掉前高的概率很大的逻辑上来讲，所以说向下还是不太建议做空单啊。然后其他的 A 股它有反弹的这个状态，但整体还是不太看好，建议还是离场观望啊。包括恒生指数，它虽然上的挺凶，但是这么长时间它一直在往下跌，恐怕还是一个反弹的调整，它不是真正的启动。大的宏观经济很多层面上、数据上、经济数据上来看，没有理由多头啊，还没到那个恐慌下跌的那种程度，所以还是觉得反弹调整的概率更高一些啊。然后看美元指数，人民币对美元的指数也是一样的啊，汇率没有什么太好的迹象。黄金继续向上啊，突破三角震荡区域以后，这个不像三角震荡，当时就是感觉像三角震荡，无所谓，甭管是什么，它已经走到每盎司2933的这个位置，未来怎么样不好说。如果各方面数据不太好，实体经济包括地缘政治等等不安定因素，只能是黄金还有国债这种投资标的更会成为主要的投资组合当中的一项。所以说黄金在哪个位置不知道啊，但形成一个趋势以后，它会继续维持它原来的这个趋势，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啊。比如说像纳斯达克，23年初、22年末连续3次的探底以后，它开始复苏，整个这段从23年开始到25年初2年时间一直都是这个牛市啊。但是这期间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认为什么这个不是牛市，很有可能就是反弹，而且它会有一个历史性的大的灾难性的长跌行情，但是没有啊。而且美联储一直在加息，美联储之所以能加息的原因就是它玩得起，而且他们主要的这些个核心资产企业都能保证扛得住这个融资成本、利息的这个负担啊，所以人家才，这一切都是巧合吗？不是，有些时候
它加息反而证明什么？它扛得住，经济上、数据上是可以的。如果它不断的降息，反而是什么？融资成本虽然降低了，但是市场环境非常不好，你即便是降息，它也会一样没人买，一样空头是主要的这个市场情绪。就像大陆内地的地产，你现在怎么降息也没用，人的信心、宏观的方向、数据已经明确了，连老百姓都知道需要持币观望，而且很多所谓的刚需，你没有钱买不起，你再低的价格还是高。所以我们玩这个资本市场，无论是股票还是比特币、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等等，包括期货、大宗商品，都是一样的逻辑啊。我们是赚差价，不是高买低买高卖，不是简单的高位做空低位平仓，不是的啊。我们要的是差价，它怎么走不知道，没法预判，你又不是神算子，你又不是算命先生，你怎么知道啊？但凡说能知道的就是骗子啊。我的逻辑是什么？可能性有，这个点位是变盘点，通过什么技术分析各方面的维度去找出这些个点变盘点，然后怎么样根据大的方向大概率去下注。对了，我谢谢行情；错了，我非常短的止损离场。只要把这个原则重复下去，你的胜率即便是20%，也照样可以怎么样赚钱，稳定的赚钱下去啊！华尔街早就做过一个实验，大猩猩跟华尔街顶尖的市场分析师做对比，做什么对比？看谁的大猩猩的预判行情的能力高，概率高，还是这些顶级分析师他们预判行情的胜率高？结论是什么？5-5开啊！什么意思？无论是大猩猩还是顶尖市场分析师，他们预判行情的能力是一样的。为什么？市场是动态的，所以没办法预判，只能是大概率预测，然后关键点下注。这个是我们散户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实际上就是控制风险。我能控制什么？我亏多少赚多少，这个是运气，市场给的。控制风险才是什么？你的能力认知，才是你能变现价值的关键点。所以巴菲特他的投资原则是什么？就是保本。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讲的最好玩的一句话就是，华尔街除了贪婪，没有留下任何所谓的我们人性的反思，没有，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它永远都是追涨杀跌，尤其是这些高认知的群体，所谓的高认知，医生、律师、金融相关专家。你想想，所谓的金融这些专家们，如果他要是真的预判的准，他就在家刷钱就行，不用去大报小报做主持，做所谓的市场分析，没有必要，不用赚那些小钱啊。但为什么他们要做呢？很简单，交易就跟狗屎一样嘛。所谓的这些专家只能是骗流量，做广告的钱，赚博人眼球的钱。所以说希望大家好好明白这个本质在哪儿。本质在于对市场的了解，投资标的的了解，以及对你人性自己的掌控，大众心理的判断，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人家
跑的时候你敢杀进去，人家追涨的时候你敢不赚最后一个硬币提前出来，这才是一个标准的交易员具备的素质啊。所以希望大家理解这些关键的点。好了，今天聊的有点多，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